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本期节目我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最近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结果。其次呢，是通过两个人物带大家探讨一下现在国内已经升级换代了的对内舆论武器。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在国内网络上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丁真。丁真是谁呢？咱们先看视频。我是丁真，我今年20岁，我的家在四川甘孜州理塘县。很多人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没有太想过这个问题，就想骑着我的小马翻山越岭，这就是我的世界。雪山、草原、冰川、寺庙、白塔。他的藏语名字叫做扎西丁真，他呢是一个20岁来自四川的藏族小伙子。因为他皮肤黝黑，身上呢有一种原生态的那种野气，还有呢一张长得清秀的脸，再加上清澈的眼神，瞬间呢就俘获了万千的少女心啊。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呢？那就要从他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网络关注量来说起了。这里啊顺便就要说一下，我们外交部的华大妈华春莹阿姨在1天之内连续发了3条推给这个丁真站台。好，我们来看一下丁真这个小伙子啊到底是怎么出道的。中国最大的购物狂欢节那就是双11，凑巧了那一天，一个叫做波哥的摄影师在拍一个关于微笑的主题的一系列照片的时候，来到了一家藏民的家庭聚会上，准备在这里取一些素材。这个丁真呢是一个放牛的孩子，这个家庭聚会的地方呢就是他舅舅家。摄影师凑巧就在他舅舅家门口看见了丁真，于是呢按下了快门，并且呢顺便拍了一段4秒钟的视频，随手编辑了一下，然后就在抖音上发布了。发布以后，摄影师就开车回到自己在县城的酒店。他在路上开车开了2个多小时，等他入住了酒店以后，掏出手机一看，那才吓了一跳，居然播放量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在这后边的半个月里，丁真这2个字先后16次上了各大新闻网站、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传播次数超过了50亿次，基本可以秒杀国内所有小鲜肉、歌手或者是当红明星这些本来就为流量而生的职业娱乐人。丁真走红以后呢，网红孵化公司就蜂拥而至，都想占一个先机，把丁真这个小伙子给收入自己的囊中。可万万没想到呢，政府却先出手了。在丁真的家乡理塘县国资委下属的一个理塘县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那也就是所谓的国企，他们呢迅速的把丁真招入他们的编制当中，有5险1金，每月3500块钱的工资，并且呢是铁饭碗。26号呢，丁真这个小伙子啊，以理塘县旅游形象大使这个身份啊，出席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旅游推介会。丁真呢，在里边又有一句话，欢迎大家来理塘。然后这一句话呢，立刻又上了热搜，并且呢，迅速的让理塘这个小县城啊，游客增加了3倍。所以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如果不考虑机票的价格，他最想去哪个地方？小伙子呢，毫不犹豫的就回答，我想去西藏，而且呢，我的家人也都想去拉萨，因为那里是我们将要去朝圣的地方。丁真这个小伙子呢，放牛娃出身，脑子里边可没有这些金钱啊、利益啊这些铜臭味，所以呢，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他也根本没在乎自己代表的是四川省甘孜州的旅游形象大使。这个报道一经发布以后，热度直线攀升，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小伙子就是来自于西藏的。西藏旅游部门呢，可高兴的鼻涕泡都乐出来了。西藏政府旅游部门的官方微博立刻就发文欢迎丁真来拉萨。紧接着呢，山东、安徽、云南、湖北等等地方的官方社交媒体号都参与了进来，大家呢都在疯狂的蹭丁真的热度。像陕西这样入场比较晚的选手呢，竟然找到了一个和丁真长得最像的兵马俑，并且邀请大家过去看一下。这时候四川可就坐不住了，赶快叫丁真这个小伙子写了4个大字家在四川，并且拿在手上拍照发布出去。发完以后，这张图啊又变成一个 PS 的神图，各个地方都把自己省的名字又放在这个 PS 图上，继续抢丁真。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丁真呢，一只手抱着一只熊猫的毛绒玩具，一只手的牌子上呢写着我的家真的在四川，你们真的不要再批了，谢谢。到此抢丁真这个事情啊，基本就告一段落了。好，开心的事情看完了，那咱们再来看一个不那么开心的事情。董瑶雄
相信大家对他做的事情肯定还有印象，但是对他的名字呢，肯定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呢，就是在2018年7月份，在上海用墨汁污损了贴在道路两边印有习近平头像的宣传画，从而呢，以攻击国家领导人为由遭到了逮捕，并且从2018年到2020年这2年当中，先后2次送进了精神病院，并且在里边长期遭到关押。我反对，我对他恨之入骨。我让你摸，让你摸。反对习近平专制暴政。大家好，我是董瑶琼本人，是我本人在发推特。请大家关注我之前发的那几条推特的内容。我发完这条视频之后，不会再发新的推特内容了。我第2次出了精神病院以后呢，被安排在当地的政府上班嘛。说是上班，其实它就是一种监控，因为我其实去哪里都是受限制的。然后我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帮他们打电话、抄写之类的。然后我现在决定要发推特，是因为我已经不恐惧他们了，我不害怕他们了。我就这样，如果再次把我关到医院，没有问题，我就一辈子出不来了，我也认了。但是我现在要说，我是要争取我自己的自由。什么自由？我工作的自由，我选择朋友交往的自由。我现在所有的自由都没有，都被限制了。我跟谁去交往，他们都要打听，都要问。他们没有说恐吓你、威胁你，但是他们其实意思就是不让你去交往。包括我爸爸，我都是没有联系的。我爸爸出了这个事情，还是欧标峰告诉我，我才知道的，知道吗？所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要么就死吧，真的要么就死吧。在这种强压的监控之下，我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可能会接近崩溃的边缘了。谢谢大家关注我，我也不会去想今天晚上发了推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会去承受这个后果。我只想要问，我做错了什么？我违法了吗？还是那句话，我违法了吗？或者说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我在泼墨之前，我还是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可以去询问我那些同事，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吗？当第2次从精神病院放出来以后，董瑶琼居然被安排到了当地政府部门去上班，这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他们呢，并没有像我们预想当中的那样去打压，去找机会给你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最终呢，达到把你关到监狱里边的目的。他们呢，用了一种最聪明的方式，反其道而行之，让所有准备用这件事情对中国政府进行责问的人，却发现自己的立场并没有那么稳固了。如果说舆论战也需要武器研发的话，那么这就是共产党现在在舆论战当中能使用的最先进的武器。可能有朋友就有疑问，我为什么会把前边丁真这样开心的事情和董瑶琼这样不开心的事情放在一起来说呢？我就是想通过这2件事情，把现在共产党能够在舆论这个战场上把自己的力量高速部署、高速机动的一种能力剖析给大家看。他们以前所谓的占领舆论制高点，那只不过是动用行政的力量，快速的用新闻、用传媒去形成一种观点，或者是掩盖另外一种观点。但是呢，从今天这2个事情上来看，他们对于舆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仅仅是封锁不想听到的声音、不想听到的新闻，或者是五毛评论、带风向这样被动反手式的舆论控制。而这一次呢，他们呢是彻彻底底转变成一种进攻的姿态。当一个舆论 IP 还在晕染当中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能发现并且控制住它。这里边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但是他们已经做到了。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假设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的进程，那么大家说，如果共产党手上拥有了如此完美的媒体武器之后，即便是进入了民主社会，也没有任何人能撼动他们。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他们的力量正在进化，并且进化的速度非常的快。这个呢，说的是对内的宣传和对内的舆论战。虽然呢，中共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构，但在对外的宣传方式上，他们做的通常都很业余。就拿这2天赵立坚在他自己推特上发布的澳大利亚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的假照片事件，
如果这个事情它仅仅是对内宣传，那毫无问题，因为又可以揭露所谓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两面性。当国内的老百姓呢，早上划开手机一看，哇，头条又被刷屏，瞬间呢，又会对自己国内正在面临的这些人权问题呢，找到一种自我麻醉的借口。他们就会想啊，你看这些西方国家天天打着人权的幌子来指责我们中国，真正到自己操作的时候还不是一样。所以呢，国内再看见有什么强拆啊、城管上街打人啊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家就是拖把放在小巷子嘛，就平常堆东西用的。城管呢就是过去什么都没说，就把拖把拿走了。老人嘛，然后想拿回来嘛，他们不给拿，我就叫我妈妈，我说你回家来了，别跟他吵了。他们就指着我妈妈想打我妈妈，我爸爸就往楼上下来，他们想打我嘛，然后我爸爸就说是不是谁想打我姑娘？他们就骂了我爸爸。我爸爸已经进家里来了，他们还进家里面，然后拖出去外面打。目前断了3根肋骨，找他们也不露面的。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反正全世界的政府不都一个样吗？如果是这样，那共产党的宣传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让国内老百姓呢更加的稳定，并且呢对西方国家、西方列强更加的仇视。可如果这是一种对外的宣传手段，那可就是脑子有问题了。共产党在制定这样的政策的时候，他们的考虑方式是通过挑起国际对立，让国内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宣泄他们内心当中的不满和挫折感。这样一来呢，这些不满的情绪就会被冲淡，就不会把这些怨气发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发到自己国家的头上，那他们的政权就安全了。大家肯定还记得，在1个多月前，在斐济，中国的外交人员呢是大闹中华民国国庆酒会的现场，并且呢打伤了人。作为外交人员，你跑到第三方的一个国家去对另外的一些人实施殴打，并且呢利用外交豁免的身份逃避制裁。被打的这些人里边呢，他们无论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首先他们是斐济的游客。你说你这些使馆人员跑去那边打外国游客，这说得过去吗？这在国际舞台上到底是丢了谁的脸？再来说赵立坚的这个伪造图片事件，它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个国家元首的高度重视，他们呢要求赵立坚立刻删除这些图片，并且做出道歉。然而呢，中国方面仍然是态度强硬，非但没有删除，也不去道歉，还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一度的让这个事情更加的紧张化。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去处理外交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出口的产品变得更多一些，让自己能挣到更多的钱，或者说自己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事实上呢，都没有，对吧？他们呢，既没有从澳大利亚身上挣到更多的钱，同时呢，又背负了那么多澳大利亚人民对你的憎恨，对你的骂名，还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个国家的总理出面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谴责。那你说共产党他到底图个啥？是想让新一轮的8国联军或是15国联军来得更快一些吗？有一句话呀，叫做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几个月来，中国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我呢是作为一个对阴谋论非常深恶痛绝的人，那些什么中南海小道消息我通常是不会相信的。但有时候在这些事实面前，也深深的觉得像赵立坚啊他们这些人的力量似乎真的是想要扳倒习近平，因为呢他们是想让中国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空前的对立或者是被孤立的一种国际局势，让中国的经济形势呢进一步的恶化，让民怨进一步的加深，让党内让政府内有反心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呢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扳倒习近平。好，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Peace。